朋友们，很多人呢都想逆袭，想成为上天的宠儿，让老天爷追着喂饭。那怎样让上天选择眷顾我们？我们的人生又该如何逆袭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下如何轻易地获得上天眷顾。我们老祖宗呢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段话，但是我敢说99%的人都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如果你想成为命运的主人，像一个导演和编剧一样，自由自在地演绎一场人生电影，我强烈建议你看完这条视频，我会详细地给你讲解一下，怎么运用古人这句经典智慧，过一个精彩的人生。它呢，可能是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用脑子领悟到的。好，首先请你注意一下这10个因素的排序，越靠前，说明对人生命运的影响越大越重要，所以很多都认为改命之说的重要顺序是从前到后依次排列的，包括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有错吗？其实也没错，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顺序是由难到易的。但如果我们做事先从难的下手，就会感觉特别困难，不好做到。那我们先从简单的入手，改命是不是就相对变得简单了？就像小时候老师教我们的考试技巧，先做简单的，你会的，不会的先跳过，最后再做最难的题。有一句话叫顺则凡，逆则仙，只在其中颠倒颠。那既然大家目前都是凡人，所以我就先顺着来给大家分享这改命10口诀是什么意思。好，第一个，一命指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呢，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老天爷送给你的新手大礼包有多丰厚。不同的人呢，新手礼包截然不同。就像游戏开始时的初始设定，在你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设计好了，终身都不会变了。一个人的命是人生好坏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新手礼包都包含哪些东西呢？一是你的遗传基因，你的父母，你的家庭。你的出生决定了你的起点。比如小张出生在繁华的都市，家里有3套房，而小李出生在某个边远山区，家里不久前才通上公路。小张的人生起点可能是小李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够达到的终点。二是你的人生剧本，就是在哪一年发生什么事，遇到什么人，行大运还是倒大霉，已经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被定好了。相信很多人呢会好奇，既然已经定好了，那还能改吗？命运注定的是你的整体框架，你后天是可以在命运框架内进行改变的。三是你的天赋秉性，也就是你与生俱来很热爱并擅长的事。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秉性，只是有人很幸运地找到了，有人找不到。总之，命就像是你在这个世界开局所拿到的一副牌，至于这副牌打得是否精彩，还是要看你如何来打。二运指的是什么？运就是目前的风口、趋势、周期，处在上升阶段还是下降阶段。就像一颗种子遇到了1年4季，春夏秋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同的时节做不同的事。用在我们人生就是要懂得识时务，借时运。比如你所出生的国家，国运是处于上升期还是下坡路？你所在的行业是新兴行业、风口行业还是夕阳行业？你的身体是越来越强壮还是慢慢在衰弱？你一定要善于观察风口、趋势和周期。所谓的行大运，就是抓住了上升的风口、趋势和周期。倒大霉，一定是因为遇到了衰落的风口、趋势和周期，
我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出生时家里非常贫穷，也没有钱读书，大字不识一个，只好上山挖煤干苦力。谁能想到，煤炭价格一路飙升，干一天赚的钱相当于以前干几年，干着干着就成了老板。赚到钱后，由于他没有文化，不会干别的，只能去买房。没想到房子又是一波大趋势，靠房子让资产又翻了好几倍。这个人老天给他准备的新手礼包非常差，从命的角度来讲是很惨的，但是他成功地抓住了运，赶上了2波大趋势，一波煤价增长，一波房价暴涨，然后人生就彻底翻盘了。所以说命不好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运势来逆转。我们每个人都只不过是大趋势里的浮游生物罢了。潮水涌向哪里，我们就随波逐流奔向哪里。没有人能够改变大趋势、大潮流。潮流趋势对人的影响远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我们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追随大潮流，不要逆潮流而动，不要对抗趋势。你想想看，一个浮游生物怎么能够对抗大潮呢？有些人偏偏在该成长的阶段去想办法收获果实，催熟的果实能甜吗？甚至还有可能颗粒无收，这便是很多人倒霉的原因。不懂时运，逆道而行。三风水是指什么？就是大环境和小环境里所携带的能量对人的影响。它跟你是匹配的、助力的，还是排斥的、对抗的？风水自古以来呢，讲的都是人与环境如何和谐相处的一门智慧。住在什么样的环境更加能让人安居乐业？如何借用自然的力量直接或间接的来提升自己的状态？另外，这个风水还包含了人文环境，比如古时的孟母3000，包括现代的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你身边的人是穷山恶水，你就容易成为刁民；但如若是锦绣山河，至少你也比较能鸡犬升天。你要知道，人是非常渺小的，在地球的角度看人，就好像我们看微生物一样，环境对于我们方方面面的影响是碾压性的，它可以影响你的财富，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幸福感，影响你的关系，影响你的智慧。所以，如果你要选择一个地方居住、生活、发展，请你对环境一定要保持觉知力，小心一点，敬畏一点，谨慎一点，一定要选择让你直觉感觉舒服的城市。如果感觉不对，立刻就换，不要犹豫，因为跟你相匹配、相助力的环境能量是不可能让你不舒服的。之所以让你不舒服，就是因为不匹配、相对抗、相排斥。只要不匹配、不同频，就一定会影响你的事业、财富、健康、关系等等。四积阴德是指什么？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做好事不留名，就是你要具备一种布施和服务的精神，能够无条件的、没有任何理由的、力所能及的去爱、去付出、去给予、去分享、去奉献，让尽可能多的人都因为你的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而变得更好。为什么要这样？因为积阴德实际上是在帮助你跟大千世界的有情众生发生更紧密的连接。你跟众生连接的紧密程度，决定了你能力的大小、财富的多少、智慧的高低。只有去无条件单方面的付出奉献，才能让你的社会连接变得更强，才能让你找到自己的生态位，才能获得必要的机会。别人为什么愿意把机会给你？很简单，因为觉得你不错。为什么觉得你不错？因为你无条件单方面的去奉献、去服务、去付出、去给予了。请记住一句话：付出越多，得到越多；
无论在什么时候，如果你觉得很迷茫、很低落，立刻去做一件让别人感动的善事，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你的状态很快就会变得振奋上扬。哪怕你日行一善，一年365天，就做了365件好事，帮助了365个人，那365个人里面一定会出现1、2个贵人，帮助你，给你机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就像减肥一样，你不能因为锻炼1天体重没有下降就不去锻炼了。如果坚持每天锻炼，瘦下来才是必然的。如果你坚持一直做善事，种善因，那你今后的世界肯定是欣欣向荣的。好，我们继续。5、读书。读书呢，为的从来不是什么功名，那只是表象。读书是为了提高认知，让你的人生过得更加相对顺利。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读书可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名师指路，自己开悟。这些都是读书，其目的呢，都是为了更好地驾驭自己的人生，从而征服生活。单是做到以上几点，上天便会眷顾着你。如果接下来的几点你也能做到，并且能闻道勤而行之，那你必定能成为天之骄子。好，我们继续顺着讲。6、名。这个名呢，其实是你的口碑、人品，其次才是有更多的人知道你的名气。名气并不一定是大师才可以有的，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能第一个想到你，你的机会便来了。前提是你有好的口碑，足够好的专业和人品，而这些都是你前5条所积累下来的。尤其是你的善因更影响着你的名，毕竟钱的背后是事，事的背后是人，只有会做人，才会前途无量。下一个7相，这里的相呢，总会被人理解为面相，但真正懂面相的人都知道一句口诀是这么说的：欲观此人，先观其事，再观其神，次观其骨，最后才观其相貌。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你会发现，明星脸不一定会有明星运，其本质在于气场的不同。所以你在人际交往中，一看这个人气宇轩昂，那一定是不一般的人。但千万不要只看衣着，否则拙于表象就会容易错失机会，甚至掉入陷阱中。那反着来推，如果你让别人一看就觉得你气质不凡，那便会多重视你一些，气场十足，便更容易能征服甚至是驾驭他们。那如何提高气场呢？正着推太难了，你会发现要经历很多很多。但等会儿你看完，当我们反着来推的时候，走了捷径，你就会发现其实特别简单，根本不需要刻意练习。我们接着讲8敬神。其实这里的敬神呢，和封建迷信没有任何关系。敬神就是说要有敬畏感恩之心。这里从人性角度出发，如果没有了敬畏之心，这个人就容易有灾害。妄想妄念亦有灾，做了自己无法承载的事，小牛拉大车就容易出问题。而在社交方面，别人帮你潜意识都想着需要回报，如果不懂感恩，能量没有回向，那别人还会对你付出更多的提携吗？所以敬畏和感恩能让你人生过得更安全和平顺。九交贵人指的是我们可以通过结交良师益友，改善自己的命运剧本。当然，这并不是让你强行混到富贵圈，而是去交良友。和风水那个比较像，凡是对你有好的影响的人都是贵人。也许这个人有些方面不如你，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也许门口的保安在某天某件事上都能帮你很多，这就是贵人。所以人生中一定要多结交能赋予你力量、方向、希望，能给予你正能量的贵人。最后一个，食养生，这个就很简单了，代表的是健康。健康是幸福的前提，如果没有健康，其他的财富、地位、名望等等都是零。而健康这个一是万物的基础，只有好的身体才有好的状态，好的状态才会有好的运气。别以为自己年轻就使劲造，造的后果是透支了你往后的幸福，甚至在中年你就会后悔没有养生。好了，顺着改命的10口诀终于讲完了，接下来的逆着理解就容易得多了。它可能会颠覆你的三观，因为你从来不会觉得改命这么容易。请把刚刚我所说的暂时全部忘掉，我们逆着走一遍。首先，食养生，养的是什么？养的是人。在中医里，养生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作息，是习惯，是性情。当你有好的作息，自然就会养成好的习惯，习惯好了，性情也会变得让人觉得更舒服，自然就有更多的人喜欢你了。贵人帮你的前提就是他至少对你是有好感的。而《黄帝内经》上也讲，人体的所有疾病都是由情绪所导致的。好的作息是保证性情稳定的前提。如果你的作息紊乱，生活大多也会是一团乱麻，无以规矩，不成圆方。天圆地方，才有世界。假如你一团乱麻，还会有人来拉你一把吗？自助者天助，天助自助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别小看这么容易做到的事，如果你能持续坚持，你人生的蜕变便会真正的开始。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从这最简单的一步开始改变。就交贵人，这个和我们上面讲的其实差不多。珍惜身边所有的资源和机会，勿以其小而不用，天下所有皆有才。三人行必有我师，八敬神。要做到的是未雨绸缪，对未知的以后做好充足的准备。只有能打仗才能不打仗，敬畏规则，遵循规律，才能打好每一场战争。敬神更多的是为了储备。七项需要修炼，但也能走捷径。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可以先模仿，模仿他的言语、谈吐、习惯、思想。你越像，你的相便会越好。先模仿，再超越。6名，这个可以参考7项，先塑造好自己。5读书，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总结起来就一件事，多走出去，去和很多某方面比自己强的人交流，多向他们学习，相当于被行业里的名师指路了。同时见得多了，也阅人无数了，在交流的过程中，你就能印证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这也算是偷懒的快速进步了，无形中还增加了你的人脉资源。4积阴德，这个事是掌心向下的去拉别人一把，好有更多别人托起你的机会，帮别人创造价值，创造更多让别人拉你一把的机会。更要平行地施以援手，聚集与你能量相仿的人的力量。滴水成海，人聚成王。3风水，正所谓境随心转，风水就是你的环境。本质上讲，如果刚刚几条你都能做到，那你身上的环境肯定是相对锦绣山河了，这是自然而然的。接下来是2运，也就是运势。由于前面你积累了那么多，现在的你不仅可以借时势，
甚至可以造实事了。因为你的能力和人脉打下的基础让你足够厚德载物了，这时候的你便可以造自己的一番天地了。最后一命，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发现，你的命不知不觉中已经改变了，你的基因已经完全蜕变了，手里的牌几乎全是王炸了。上天为何要选择眷顾你？一切只是源于你有了好的习惯而已。顺则反，逆则仙，只在其中颠倒颠。正着想想，反着想想，两者结合下，你就是仙人。改变命运从现在开始。最后，我会坚持持续为大家奉献更多的帮助，也一直在这等着能为你伸出援手。只要你在，我就在。好了，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我们下期再见。